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正手的阿修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說真的，我們現在幾乎每天都在抱怨科技巨頭，大家都在說這些大企業壟斷了資訊，侵犯了我們的隱私，甚至操弄了演算法。既然這些私人企業這麼讓人頭痛，你可能會想，那我們為什麼不乾脆讓政府來接管社群媒體呢？把它變成像是水電一樣的公共設施，聽起來很公平，對吧？但是紐金大學的資深學者拉爾夫·施羅德提出了一個完全反直覺的觀點，他指出答案其實完全相反。今天我們這集知識拆解就要帶大家深入探討，為什麼把這些擁有龐大數據的科技巨頭留在私人手裡，在關鍵時刻反而是保護全球民主的終極防護罩。今天的深度分析，我們會依序分成6個階段來推進。第一，我們會先探討社群媒體公有化的核心爭議。第二，分析威權國家中私人平台如何成為重要的數位防線。第三，帶大家看懂 AI 監控與數據隱私的潛在危機。第四，拆解所謂公共基礎設施背後的隱藏陷阱。第五，對比科技巨頭與政府權力之間的系統性制衡關係。最後，我們會進行總結，並帶出一個關鍵的反思。好，我們直接進入第一部分：社群媒體應該公有化嗎？這其實是一個關於權力與壟斷的兩難。重點來了，如果我們這麼討厭那些掌控大型科技公司的億萬富翁，為什麼不直接讓政府來營運這些平台？這個想法在邏輯上似乎很合理。但其實，我們往往過度放大了私人企業追求商業利潤所帶來的副作用，卻嚴重低估了國家機器一旦掌握絕對資訊控制權，會產生多麼巨大的破壞力。企業要的是你的注意力跟錢，但政府掌握的可是警察、軍隊跟法律。私人企業的存在，剛好在我們與國家權力之間創造出了一個模糊的緩衝空間。如果你把平台完全交給政府，這就等於是把我們所有人每天的思想、對話記錄，甚至人際網絡，直接打包送給一個擁有絕對強制力的超級老大哥。這絕對不是開玩笑的。接下來進入第二部分，我們來談談威權國家中的數位防線，看看這些平台是如何幫助民眾翻越數位防火牆的。為了證明剛剛提到的緩衝空間有多重要，我們來看看真實世界的運作。在傳統媒體的時代，資訊是極度容易被當權者控制的。比如說，像是在印度，總理莫迪的政府可以輕易地透過吊銷執照、查稅，或是直接抓捕記者來威脅地方報紙和電視台。傳統媒體的命脈基本上掐在政府手裡。但是，當面對伺服器架設在海外的美國私人平台，像是 YouTube 或是 WhatsApp，政府的公權力就顯得有些無計可施了。因為這些跨國私人企業，他們並不完全受到單一國家國內法規的絕對控制，他們背後有龐大的跨國法律團隊。這種不受單一政府擺布的特性，反而讓私人平台成為了政治反對派和基層民眾動員的關鍵基地。我們舉個更具體的例子來說明。在近期印度的激烈選舉當中，許多反對派的喜劇演員因為無法在傳統電視台曝光，他們選擇透過 YouTube 大聲疾呼，傳遞不同的聲音。而一般的基層民眾則是大量使用 WhatsApp 的端到端加密私密群組，進行大規模的選民動員，在裡面交換那些不受官方審查的真實資訊。甚至連社群平台 X， 也就是以前的 Twitter， 目前也正在與印度的最高法院進行非常激烈的法律攻防。他們強硬拒絕政府為了政治目的而任意下架用戶貼文的要求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今天這些平台全部都是印度政府國營的，這種來自民間的反抗力量根本連萌芽的機會都不會有，直接在伺服器端就被抹除了。我們再把視角轉向中國，根據國際研究機構的估計，目前大約有10%到30%的中國民眾會經常使用 VPN 虛擬私人網絡來翻越國家級的數位防火牆。大家要知道，10%到30%換算成中國的人口比例，那可是高達上億人的驚人規模。這龐大的人群啊，費盡千辛萬苦翻牆，絕對不只是為了去追個 Netflix 的最新影集，或者看搞笑影片。對於許多想要了解真實世界運作、渴望獲取未經審查資訊的人來說，這些私有平台是他們至關重要的政治生命線。
我們來回顧一個歷史上的關鍵案例。在2015年，有一部由前央視記者柴靜製作、深度探討中國空氣污染問題的紀錄片，叫做《穹頂之下》。這部片推出之後，因為觸及了敏感的環保與時政問題，雖然一開始在國內平台上線，但在短短時間內累積超過1億5千萬次觀看後，這個龐大且迅速匯聚的民意，讓當局立刻意識到了政治風險。於是果斷下令在國內網站全面封殺，全網下架。但奇妙的是，直到今天，你依然可以在 YouTube 上完整看到這部極具影響力的影片。為什麼？正是因為 YouTube 是一件私人企業，不受北京當局的管轄，這段追求真相的歷史才得以被妥善保存並延續下來。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，我們可以看到，私人社群平台已經在全世界交織成了一條全球性的數位生命線。無論是美國推動種族平權的黑命貴運動，或者是跨國揭發性騷擾與權力不對等的 Me Too 運動，私人平台都為弱勢群體提供了強而有力的發聲管道。再把目光放到處於嚴重社會衝突中的伊朗，當地的民眾更是高度依賴像是 Telegram 和 Instagram 這樣的私人軟體，來向全世界傳遞街道上的真實戰況與政府鎮壓的畫面。試想一下，如果全球的社群網絡基礎設施控制權全部都交給各國政府，這些真相將會徹底失去生存與傳播的空間。好的，這就引導我們進入第3部分 AI 監控與數據隱私。在人工智慧崛起的時代，到底誰掌握了你的數位足跡？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哦。除了我們剛才談的傳統言論審查之外，現在的世界面臨着一個更深層也更難以察覺的威脅，那就是 AI 監控。在這裡，我們必須介紹一間名為 Anthropic 的私人 AI 科技公司，以及他們開發的先進大型語言模型 Claude。這家私人企業最近與美國政府之間發生了一些摩擦，他們非常明確地表態，反對政府將他們的 AI 技術直接應用於特定的國內監控領域。這個事件其實非常有指標意義，它正式揭開了私人科技防線與國家監控權力之間在 AI 時代互相抗衡的序幕。為什麼 AI 監控這麼可怕？我們必須深刻理解它背後的運作邏輯。現在最先進的 AI 模型都需要極其龐大的資料庫來進行訓練，而這些資料從哪裡來？其實就是你我每天在社群媒體上產生的海量數據。這在不知不覺中形成了一個3階段的完美循環。首先，社群數據被大規模的收集與標記；接着，這些包含了人類行為模式的數據被用來訓練強大的 AI 模型。最後，如果這個 AI 的控制權落入了政府手中，它就會形成一個無法逃脫的潛在國內監控圍圈。可怕的是，傳統的監控只能知道你說了什麼，但掌握了你所有數據的 AI，甚至能精準推測出你心裡在想什麼。針對這一點，牛津大學的施羅德教授提出了一個會讓人毛骨悚然的具體例子。大家想象一下，假設有一位性格溫和的牛津大學教授，他本身的政治立場非常中立，從不參與抗議。但是如果政府利用國家的 AI 系統來深度分析他的社群網絡，發現他經常在網絡上互動的對象，竟然包含了幾位立場比較激進的學生。在 AI 強大且冷酷的關聯分析之下，這位無辜的教授很可能就會因為這種連帶關係，直接被系統自動標記為潛在的顛覆分子，甚至影響到他的工作或出入境權利。這就是 AI 時代株連九族的數位版。幸好，目前像 Anthropic 這樣的尖端技術掌握在私人企業手裡，政府在沒有合法授權的情況下，無法輕易拿這套技術來全面對付自己的國民。接下來是第4部分，我们來探討公共基礎設施的陷阱，也就是數據公有化背後隱藏的巨大風險。我們繼續聊下去。既然剛才說到把數據留在私人企業手裡還是會讓人感到不安，那有一種聲音就出現了，我們能不能把數據中心變成一種公共基礎設施呢？這聽起來很棒，對吧？知名學者埃弗跟尼莫羅佐夫就大力提倡將數據公有化，他認為應該把數據中心收歸國有。但是這裡有一個嚴重的邏輯漏洞。水庫跟發電廠是公共設施，那沒問題，因為水跟電本身是不帶有任何意識形態的。
但是數據完全不同。數據裡面包含了我們的個人信仰、性傾向、閱讀習慣與政治立場。如果你把這麼巨量、充滿個人隱私的數據直接交給國家來集中管理，這就等於是全體國民共同出資，主動幫政府建造了一座終極的監視塔。數據公有化聽起來像是一個平等的烏托邦，但實際上它卻是打造集權監控帝國的最短捷徑。好的，進入第5部分，科技巨頭與政府權力的制衡，我們要來進行系統性風險的客觀審思。我們現在還做一個極度客觀的沙盤推演，我們不要帶有任何政黨色彩，純粹看系統機制的運作。假設到了2029年，如果各國真的推動了社群數據公有化，如果當時當權的是左翼的政治人物，例如美國的眾議員 AOC， 這種情況下，對於進步派或左派支持者來說，政府掌握數據或許感覺不構成威脅。但政治是會輪替的。如果換個情境，下一屆當權者變成了右翼的保守派，甚至是強硬的民粹領袖，像是美國的范斯或是英國的法拉奇，而他們手中同時握有全體國民的數據資料庫以及最強大的 AI 武器，這告訴我們一個殘酷的現實：這根本不是左派或右派的問題。只要國家機器獨佔了數據的控制權，這種巨大的權力隨時可能被下一任掌權者徹底武器化，用來對付政治上的異己。我們現在可以把這兩種模式放在一起，做一個最終對比。我們絕對承認，由私人科技公司來控制數據確實有很多問題，畢竟他們的核心目標是追求商業利潤。但是在私有制下，這種權力是分散在不同企業手裡的。而且，為了保護自己的商業利益和跨國市場，這些公司其實有強烈的動機去抵抗單一政府不合理的要求，這就在無形中形成了一種力量的制衡。相反地，如果走到政府公有化這一步，那就代表單一國家擁有了絕對的監視與鎮壓能力，完全沒有任何第三方力量可以抗衡。這就是為什麼施洛德教授認為，私人所有權雖然不完美，但它其實是我們為了防範國家權力無限擴張所必須做出的必要之惡。終於，我們來到了第6部分，總結與反思。我們來統整一下，為什麼數據去中心化才是未來的關鍵。最後總結今天的3大重點。透過施羅德教授的深度論述，他其實為我們的民主自由畫出了3道至關重要的防線。第一，在全球的威權體制下，正是這些不受當地政府控制的私人平台，保護了異議人士發聲的空間。第二，由私人企業所擁有的 AI 技術壁壘，在某種程度上防堵了國家機器對內部人民展開無死角的大規模監控。第三，維持數據的私有化與分散化，是防止極端民粹政客將國家資訊基礎設施武器化的最佳方法。這一切的核心結論就是，資訊與數據的去中心化才是長久保護民主體制的真正關鍵。在這場深度分析即將結束的此刻，我想留下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給大家：無論你支持哪一個政黨，你真的能夠完全放心，讓任何一個政府去完全控制那些記錄了我們所有社交生活，包含所有隱私對話，並且用來訓練未來超級 AI 的核心伺服器嗎？歷史一再證明，單一且集中的資訊平台，最終必將走向絕對的控制。在我們每天大聲疾呼，要求打倒貪婪的科技巨頭的同時，請千萬別忘了，把這種終極的數據權利拱手交給國家機器，往往就是通往數位集權社會的一條不歸路。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，我們以為私人企業是資訊壟斷的元兇，但面對強權打壓與 AI 監控威脅，私有制反而成為阻擋國家機器擴權的最後一道防線。不論左派右派掌權，將社群數據交給政府公有化，絕對是裹着糖衣的毒藥。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。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，記得馬上點讚、加訂閱、加開啟小鈴鐺。我們正在衝訂閱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